亲爱的朋友，您是否有这样的烦恼？体检时血脂总是偏高，明明饮食很清淡，却还是被医生提醒要小心高血脂。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，吃多一点就担心胆固醇，走快一点就担心心脏吃不消。其实，血脂升高并不只是吃油的问题，而是日常饮食中缺少了对的食物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最新公布的10大降血脂食物排行榜。令人意外的是，人人称赞的奇异果只排第5，第1个名竟然是超市就买得到的平价食物。如果您想控制三高，保护心血管，又不想吃太多药，这集内容务必要听完。我们将从第10名开始，一路揭晓到最强的血脂杀手搭配食用建议，教您怎么吃，吃多少，吃得聪明。那我们就从第10名开始说起。排在第10名的是早餐桌上很多人都熟悉的食物——燕麦。别看它朴素，其实它是天然的清血管刷子。燕麦中含有一种可溶性膳食纤维，叫做贝塔葡聚糖。这种成分就像一块天然的海绵，能吸附肠道中的胆固醇，把它带出体外。研究发现，每天摄取3克以上的贝塔葡聚糖，能有效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 LDL。而且燕麦升糖指数低，很适合有糖尿病或胰岛素阻抗问题的长辈。要提醒的是，市面上有些即食燕麦糖分太高，建议选择原味无糖的燕麦片，再加入坚果或低脂牛奶更健康。说到可以搭配燕麦的好朋友，就不得不提接下来的第9名了。第9名是我们熟悉的坚果类，特别是核桃和杏仁，它们富含不饱和脂肪酸，能帮助调节血脂，降低坏胆固醇，提高好胆固醇 HDL。 尤其核桃中的 Omega-3 脂肪酸对心脏健康非常有益，还能抗发炎。但也要提醒大家，坚果虽好，热量也不低，每天吃1小把，大约10颗杏仁或3到4颗核桃就足够。最重要的是别选油炸、加盐、加糖的版本，选原味坚果才最安心。坚果不仅营养密度高，还能搭配各种食物，特别适合忙碌又不想动锅铲的朋友。而说到方便又能当正餐，还能稳定血脂的食物，就轮到第8名上场了。第8名是来自东方饮食的智慧代表——豆腐与黄豆类制品。豆腐、豆浆、黄豆饭都是中老年人非常熟悉的家常菜。黄豆富含植物性蛋白质，而且不含胆固醇，是动物性肉类很好的替代品。研究指出，摄取25克大豆蛋白质，有助于降低血清胆固醇水平。大豆还含有植物雌激素，可以平衡激素，有助心血管健康，特别适合女性长者。建议每天可摄取1杯无糖豆浆，或将豆腐、毛豆、黄豆入菜，让饮食更丰富。如果您习惯用肉当主食，不妨多试试豆制品，也许味道会让您意外喜欢。接下来我们介绍的第7名是一个颜色鲜艳的营养高手。第7名是这几年在健康圈大受欢迎的甜菜根。这种深红色的根菜不只是颜色美，它的作用也非常不一般。甜菜根富含天然硝酸盐，能扩张血管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有助于降低血压。而它的甜味来自天然果糖，但升糖指数低，对血糖稳定影响不大。甜菜根中也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，像是花青素和甜菜碱，能清除自由基，保护血管。不过要注意，甜菜根不能吃太多，1小块加在沙拉、果汁或清炒料理里就很好。吃太多容易让尿液或粪变成红色，这是正常现象，但别因此惊慌。说到清除自由基、抗氧化力强的食物，那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排行榜的中段，第6名。第6名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番茄。番茄中含有一种红色的抗氧化物——番茄红素，这是一种脂溶性植物化合物。番茄红素能降低动脉硬化风险，减少血液中氧化胆固醇的生成。研究发现，每周摄取4次以上的番茄制品，可以明显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。而且熟番茄比生吃更容易吸收番茄红素，
像是番茄炒蛋、番茄炖牛肉、番茄汤都是很棒的做法。如果您平常有便秘、食欲不佳、血脂偏高的困扰，别忘了常常吃点番茄。接下来，我们将揭晓降血脂排行榜的前5名，奇异果就在其中，而且只是第5名而已。来到第5名，正是前面提过的奇异果。别小看这种酸酸甜甜的小果子，它在营养学界可是公认的水果界维 C 之王。奇异果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， 可以有效减少体内的氧化压力，保护血管壁。它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有助于稳定血糖、降低血脂、预防便秘。另外，奇异果里的钾元素有助于调节血压、保护心脏。奇异果中也有一种叫肌醇的天然物质，对调节脂肪代谢很有帮助，尤其适合有代谢问题的朋友。不过要提醒大家，奇异果属于偏寒性水果，肠胃虚弱、容易腹泻的长者建议适量食用，且最好在白天吃。说到调脂能力更强，又适合大多数体质的水果，下一位，排行榜第4名，就是不少家庭餐桌上常见的一种果实。第4名是家家户户都不陌生的苹果。老话常说一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，确实不是空穴来风。苹果中含有一种特殊的可溶性纤维果胶，它就像一张天然滤网，能吸附胆固醇，从体内排出。苹果还富含类黄酮，有助于清除自由基，降低心血管病的发生率。此外，苹果中的多酚可以改善胰岛素敏感度，对糖尿病前期或高血糖长者也很有帮助。不过要注意，建议连皮吃苹果，因为很多营养都集中在果皮及紧贴果皮的位置。当然，记得先把苹果洗干净，选择有机或少农药的品种更安心。吃完苹果后，我们要说的下一名食物不是水果，但它的血脂调节能力可说是排行榜上的隐藏高手。第3名，轮到了厨房常见的调味王——洋葱。洋葱中的类黄酮化合物，特别是胡皮素，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，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 LDL。同时，洋葱具有天然的抗凝血作用，可以预防血液粘稠、血栓形成。研究指出，每周摄取数次洋葱入菜的饮食模式，心血管病风险显著下降。而且洋葱的升糖指数低，不会造成血糖剧烈波动，对糖尿病长者来说也是很安全的食材。最推荐的吃法是炒熟或炖汤，不建议空腹生吃，以免刺激肠胃。讲完这位调味冠军，接下来这位第2名，可是东方传统饮食中的长寿明星，老祖宗早就知道它的重要性。第2名是被誉为血管清道夫的黑木耳。黑木耳中含有丰富的多糖类成分和可溶性膳食纤维，可以有效吸附体内的胆固醇、三酸甘油脂，并随粪便排出。同时，它含有丰富的铁、钙和胶质，能改善循环系统，帮助血液流通顺畅，预防血栓。有研究指出，常吃黑木耳的人，血脂异常的发生率明显较低。而且黑木耳热量低，饱足感强，是长者控制体重的好帮手。建议每周食用2到3次黑木耳，搭配其他蔬菜一起炒或做成凉拌菜、木耳鸡汤都很合适。介绍完黑木耳，我们终于要揭晓第1名。这个食物好吃不贵，随处可买，而且几乎每位医生都推荐它。没错，排行榜第1名的降血脂食物，既不是昂贵的保健品，也不是外来名贵食材，而是我们菜市场就能买到的平价好物——红薯，也叫地瓜。它外表看似普通，实则是营养学界公认的超级碳水，被誉为地表最健康的主食之一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它最强大的武器——水溶性膳食纤维。红薯富含果胶和其他类型的可溶性纤维，这些纤维进到肠道后，就像一张天然的网，能吸附胆汁酸、胆固醇和过多的脂肪酸，帮忙排出体外。长期食用，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，也就是所谓的坏胆固醇。这正是为什么红薯在降血脂方面表现特别突出的原因。
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，吃起来甜，但升糖指数却比白饭、面条低很多。红薯的甜味来自天然的多糖和果糖，是属于缓慢释放型的碳水，不容易引起血糖的剧烈波动。对糖尿病人和血脂偏高的人来说，这种平稳释放能量的食物是非常友善的。除了降血脂和血糖稳定，红薯对心血管系统也有加分作用。它含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，这是维生素 A 的前提，有助于抗氧化、清除自由基、预防动脉硬化。它还含有丰富的钾元素，能帮助调节内钾平衡，辅助降血压，也有助于减少心脏负担。维生素 C 与多酚类抗氧化物质，也让红薯成为一款抗发炎、抗氧化的天然护心食品。美国《时代》杂志曾在一份评比中，将红薯列为人类最健康的天然食物之一，可见它在国际营养学界的地位。不过，再好的食物也要吃得适当，吃得聪明。这里有几点提醒，供您参考。第一，吃红薯建议蒸煮为主，比起油炸、烘烤更能保留营养，而且热量也较低。第二，最好不要空腹吃大量红薯，因为红薯中的气体成分可能刺激胃酸分泌，导致腹胀、泛酸、胃胀气等不适。第三，建议和蛋白质食物一起吃，例如搭配一颗鸡蛋、一小块豆腐或一杯豆浆，不仅提升饱足感，还能让营养更均衡。第四，如果您有慢性肾病、肾功能不佳、水肿或高钾血症问题，那就不建议大量吃红薯，建议先征询医生或营养师的意见。平时吃饭时，可以用红薯取代部分白饭或面条。每天吃个拳头大的红薯，既能控制热量摄入，又有助于控制血脂和体重，关键是吃得安心、营养又美味。其实，红薯的吃法也非常多变，除了蒸煮，还可以煮粥、炖汤和豆类搭配一起煮饭，还能烤制成健康点心。很多老年朋友说，早餐来一碗红薯粥，中午用红薯拌一碟凉菜，晚上吃碗地瓜小米粥，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一天的养殖菜单。讲到这里，您可能会开始疑问，吃红薯真的能帮我降血脂？但我明明是糖尿病患者，跟血脂有什么关系？没错，许多朋友对这个问题也常感到困惑，血脂问题到底和糖尿病有没有关系？接下来，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，来聊聊背后的真正关键——血糖、血脂之间的亲密关系。高血脂和糖尿病其实是一对难兄难弟，很多长辈都有这样的情况，血糖刚控制住，体检报告又跳出血脂偏高，或者吃着降血脂的药，结果血糖也飙上去了。为什么这两个问题常常成双成对出现？医生指出，这背后的关键在于胰岛素阻抗。简单来说，当身体的胰岛素变得没那么好使，不仅血糖容易升高，脂肪代谢也会跟着出问题。原本应该被分解利用的脂肪堆积在肝脏、血管里，就会让三酸甘油脂、坏胆固醇跟着升高。而且血糖高容易刺激身体发炎反应，也会让血脂变得更黏，更容易堵住血管。特别提醒，若同时拥有腹部肥胖、血压偏高、空腹血糖边缘值、好胆固醇过低这几个特征，很可能已经处于代谢症候群的状态，也就是糖尿病与高血脂都在发展的快车道。根据研究，超过70%的第2型糖尿病患者都有血脂异常的问题。这意味着，单纯控制血糖还不够，更要同时顾好血脂，才能真正保护心脑血管，预防中风、心肌梗塞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。说到这里，您是不是也开始理解，为什么这10种能降血脂的食物，对糖尿病患者来说也格外重要？接下来，我们来做个温馨总结，把今天讲的重点再整理一下，帮您记得更清楚。听到这里，您可能已经发现，想要把血脂降下来，其实不需要吃药起家，只要吃对食物，就能帮身体一步步恢复健康。从第10名的燕麦到第1名的红薯，这些食物之所以上榜，不是因为它们稀有昂贵，而是因为它们营养丰富、食用亲民，每一位长者都吃得起、吃得到。重点是
吃得巧，吃得稳，坚持每天一点点改变，长期下来，血脂、血压、血糖通通都会出现惊喜。我们也整理了一份血脂养护日常守则，供您参考。第一，每天至少选择1到2种降脂食物，轮流搭配，避免单一重复。例：早上燕麦粥，中午蒸红薯，晚上搭配洋葱炒菜。第二，每周安排3天无肉日，多吃植物性食材，减少动物性脂肪摄入。第三，每天补充足够水分，有助于代谢脂肪和排出胆固醇。第四，坚持轻量活动，饭后散步30分钟，有助于提升好胆固醇，降低3酸甘油脂。第五，定期检查血脂与血糖，尤其是有糖尿病或高血压家族史的朋友，建议每3个月追踪一次。第六，少吃油炸、加工、含反式脂肪的食物，远离肥肉、香肠、奶茶、糕点等高脂雷区。第七，坚持睡眠规律，情绪平稳，别让压力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。亲爱的朋友，听完今天的分享，您有没有发现自己平常的饮食中也常吃到这些降脂好物呢？或是您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经验？哪些食物真的吃了之后胆固醇降下来了，3酸甘油脂改善了？欢迎您留言分享，让更多人一起受益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，欢迎点个赞，订阅银铃智慧频道。每周我们都会带来一集贴近长者生活的健康话题，从血脂、血糖、血压到膝盖、睡眠、记忆力，我们一起用简单的方法守住健康，守住独立生活的能力。照顾好自己，不只是为了自己，更是为了家人安心。我们下期见。